Hello， 到底要选政府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呢？大家好，很多人就会纠结到底要去私立大学还是去政府大学。那我这里就有稍微的整理一下私立大学和政府大学的对比。那大多数我就只是参考 UDA 还有我的大学沙巴大学啦。为什么我会选择 UDA 呢？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读 UDA 的，还有就是 UDA 无论是价钱方面还是文凭制度方面都是普遍比较让大家可以接受的。那 UDA 呢，也就自然的被列为大多数人的申请选项。那其实等下我所讲的只是仅供参考，因为这些资料都是我听 UDA 的朋友说的，还有我自己的感受，所以并不是全部人都会有一样的感受，希望可以帮助到要即将升学的你们。第一个是关于到开学的时间。那大马的公立大学呢，一般开学的时间是2月跟9月，可是大多数都是9月。然后你拿到那个 offer letter 的速度是非常的慢的。比如身为一个 Form 6学生的我是在11月考完试，然后3月开始申请大学，然后直到7月我才知道我被派去了哪一个大学。所以读完 Form 6的时候，你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可以慢慢的让你去打工赚钱，去继续读书。那 for 私立大学的话，多数开学时间都是1月、5月还有9月啦。当然申请的速度一定是比较快咯。一般你交了那些资料，大概2个月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去继续的升学了。那第二个就是如何申请。一些私立的大学呢，它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，只要有钱什么都不是问题。那对于如果是 UDA 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啦，还有一些其他大学当然也是。据我所知 UDA 就是你至少也要有几个科系是要 credit 的，你才有资格进入。那毕业前好像是你的英文最少要 Band 3或以上才可以毕业。当然每一个不一样的科系就会有不一样的条件啦。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的话，还是直接去询问 UDA 会更加好。那政府大学呢，入学条件就会比较难一点点。那进政府大学呢，就是你要读 Matric 或者是 Form 6， 还有是 Asasi， 也就是政府大学的好像 Foundation 这样子的。然后你的 CGPA 至少要 2.0， 那你才有资格去申请。那申请也不一定得到，而且得到了也不一定可以选择靠近你家的大学，就是你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你会被选中哪一间的大学啦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缺点。当然对比之下呢， UDA 好像是比较容易进一点，但是 UDA 有一句名言哦，就是入学容易毕业难。 UDA 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子呢？留言给我知道哦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关于到语言啦。那私立大学呢，或者是 UDA 多数都会以英文为主吧。那可能 UDA 呢偶尔会用华语吧，因为华人会比较多。但是如果是在政府大学呢，虽然是表示以英文为主啦，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用马来文的，毕竟马来文是我们的母语。政府大学也是代表国家，然后每次在致辞还是宣布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都是用马来文的啦。然后教授有时候也是会习惯性的用马来文来教学。那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马来同胞啦，你要跟他们讨论一些事情跟他们沟通为了更融洽一点，有的时候你就会用国语跟他们沟通啦。那 by the way， 像我这种国语比较差的呢，在语言方面呢是有一点点辛苦啦。第4点就是成绩的要求。很多时候都听说 UDA 的考试非常的严格。如果说你在考试的过程中 fail 了，
好像是只能重修吧。重点是你重修的话，你的成本、时间都会比较高，然后甚至很可能会延迟毕业。那如果更坏的打算是，如果你 fail 了太多次，你很可能都会被劝退了。当然有些时候好像是你挂科后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，补考不过你才需要重修啦。不过还是好好努力读书比较好哦。那对于政府大学其实跟私立大学是差不多啦，如果说你 fail 了，你很可能都需要重修的。那不过延毕这个几率就会比较小一点点，就是如果你每一次你 fail 的话，你就跟下一 batch 的 junior 一起学习同样一个科系啦。但是只要你努力读书 ，assignment 好好做，平时不要得罪教授的话，那其实你要重修的几率也没有到非常的高。那第5呢，就是环境。环境方面呢，我自己本身我会觉得私立大学比较好，因为我感觉他们会经常的更新啦。那政府大学的话，我自己本身觉得很像森林，或者说，因为大多数的政府大学都建在比较偏僻的地方，那大学里面的东西都会比较旧了，他们更新的次数会比较少吧，可以讲是1分钱1分货。不过政府大学有很多副科都蛮特别啦，这是算是蛮有趣的地方吧。比如在语言方面，那有一些副科也是一定要拿的。那还有至于就是在 UDA 呢，我听说如果有不好的东西，你可以 feedback 回去的话，那他们就会蛮快的改进啦。但是如果像政府大学的话 ，feedback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啦，除非是真的闹很大之外，不然的话，第5就是关于到恋爱啦。在私立大学上呢，我自己本身觉得脱单的几率会比较高，因为华人比较多，并不是说我没有把跨族恋放在里面，是因为如果你是华人，然后遇到华人，你们的 frequency 会比较像，然后你看见的华人会比较多，那必然你的几率就会提高啦。所以我所说的只是关于到 probability 的问题啦，并不是说你读了政府大学你就不可能脱单，还是有脱单的机会的。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多多去认识人啦。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的话，记得点击回我之前的影片，教你们怎样在大学里面脱单哦。第6个呢，就是关于到毕业啦。私立大学比如 UDA 的话呢，就会相比政府大学的话会比较早毕业啦。好像我身边的朋友都在慢慢的毕业，可是我还有6个 semester 在等着我，可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差。那至于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自己的认知是因为 UDA 的话假期会比较短，然后他们的 semester 也会比较短，当然这也会导致 UDA 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忙嘛，因为要完成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的部分。那如果是政府大学的话呢，就会一个 semester 差不多5个月啦，就是会比较长，然后假期也很多，就是有 sem break 啦 study week 啦。sem break 长的 sem break 的话可以去到2个月或者以上，对，这可能也是导致一些时间加长。还有就是我们在申请入学的时候，那个9个月的时间其实已经在拉长，所以这也是导致通常读政府大学的学生呢，会比私立大学的学生毕业来的比较迟吧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关于到学费啦。那 UDA 如果你跟别的私立大学比起来的话，应该就是会比较便宜的。但是如果你跟政府大学比的话呢，那政府大学当然就会更便宜了。其中一个优点呢，政府大学会提供宿舍给学生，然后也是比较便宜的。PTPTN 呢可以借你 cover 完你4年的学费。学费的问题的话，你完全不需要担心。可是入学之后有一些杂费也是没有包的啦，不过也是不会花到很多的钱啦。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去思考，你们到底要选择私立大学还是政府大学吧，因为各都有各的好吧。那如果我有讲错什么的话，记得在留言底下纠正我，因为有些我也是 Google search， 还有都是听说的。祝各位要社区的朋友们加油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留言、按赞哦，然后还有订阅后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拜拜！喜欢的朋友记得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订阅后记得打开小铃铛，OK， 拜拜！